Hello， 大家好，我是 Dr. 风。今天我要跟大家谈谈就是关于斑点这个问题哈。因为一个人如果上了年纪，35岁、40岁以上啊，通常就是白白的脸，就是干干净净的脸，有可能多了一些斑，就是雀斑、老年斑，或者是长了蝴蝶斑、黑斑哈，就会让到一个人的脸就是看起来是不是颜色很不均匀，看起来会比较憔悴。Oh no！这些都会让到一个人看起来会比较老。就是人家就是很在意，就是长了这些斑过后，到底我要怎样去治疗这些斑的问题啊？就要把这个斑去除掉，这个是很多人都想要达到的一个完美的情况啊。当要解决一个斑的问题之前呢，我们首先要了解这个斑的这个问题你必须要了解2个很重要的东西，就是第一个东西就是你先要了解斑的层次是什么，你这个斑是在什么层次的。因为不同的层次的斑，它的治疗方案是不一样的哈。然后第二个东西就是你要知道说这个斑是什么种类，因为不同的种类的斑，它的治疗方案不一样，它治疗时间不一样，它的过程也是会不一样。好，首先我们先讲第一种，就是斑的层次。这样如果讲层次，我们先讲皮肤构造啊。如果皮肤的构造，简单来讲，我看这个模型啊。就是可以看到，就是我们的皮肤的构造，其实基本上有分成3大层啊。这个第一上面的那层就是表皮层，这边就是真皮层，跟下面就是皮下组织。皮下组织就是脂肪层。就是一个人的皮肤其实是有分成这3大层的啊。这3大层它每一个层次都有它的自己的功能啊。好像皮肤的表皮层它是保护我们皮肤的保护我们皮肤就是表皮层。其实有分成5大层，它是给我们皮肤的一个保护层啊。皮肤的真皮层其实是主要是由胶原蛋白跟弹性纤维组成的，所以它的功能就是它是影响到皮肤的厚度，就是让皮肤有一个结实，一个结实的感觉，就是不会下垂、不会松弛、不会有皱纹的这个情况。这样第3层就是我们的皮肤的那个皮下组织，也就是脂肪层。脂肪层就是让我们就是不要冷到它是给我们一个保暖，就是保温的一个情况。所以皮肤的这个3大层来讲黑色素母亲细胞其实在皮肤表层的这个下面的基底层这个黑色素母亲细胞是什么呢？就是黑色素的妈妈。黑色素的妈妈就是产生很多的黑色素。黑色素它的目的其实就是要保护我们的皮肤，就是防止我们的皮肤受到紫外线的伤害。当紫外线伤害了过后，我们皮肤就会有老化，皮肤就会伤害，就会导致到一切的问题的发生。所以当我们的黑色素散播在我们皮肤的表层还是表层的地方的时候，黑色素的这个分子就会吸收这个紫外线，吸收这个紫外线就会防止紫外线侵害我们的皮肤防止侵害我们皮肤。因为如果皮肤受到侵害的话，皮肤就有长斑的几率。最严重的就是比较担心的就是皮肤会中皮肤癌。如果中皮肤癌的话，这个是一个很严重的问题啊。所以黑色素其实的散播在我们皮肤的表皮层它的目的就是要防止保护我们的皮肤的，不要给我们的皮肤受到伤害的。所以黑色素的产生是由黑色素的妈妈，就是黑色素的母亲细胞产生的黑色素。所以如果它产生的黑色素是去到皮肤的表皮层的话，它累积在那边久了过后，它就形成斑点。那个斑就是一个表层斑，可以理解吗？就是皮肤的第1层。如果它黑色素是在皮肤的第1层的话，这个就是表层斑。如果它的这个色素累积在皮肤的真皮层这个是第2层，累积久而久之在那边累积在那边，越来越多的黑色素累积在那边的话，它就变成一个真皮层，有一个色素累积在那边，这个就是一个真皮层的一个色素，也就是说深层斑这个是深层斑。所以首先第一个东西就是你要先辨别这个斑，当你有斑的时候，你要先辨别你这个斑是表层斑呢还是深层斑，因为这表层斑跟深层斑的治疗方案是完全不一样的。表层斑如果是好像一个表层斑，如果你用深层的治疗方法的话，它不能针对下药的解决那个问题，反而可能它的斑会变严重些那如果这个深层斑，如果你要用一些topical 的一个 treatment 一些 cream 一些 gel 的一些擦的东西涂在你的表皮层的话，它也不能吸收进去你的真皮层
所以当它不能吸收进真皮层的时候，你的真皮层的斑也是不会分解，不会进行什么改善哈。所以它其实就是你要知道它的皮肤的斑的层次哈，你才能知道什么方案是有效的解决你的这个斑点的这个问题。OK， 这个是第一，就是斑的层次是什么。第二呢，就是你要知道你的斑的种类亚洲人经常我们看到的斑的种类就是分4种。第一种就是黑斑，我们常见的黑斑；第二种就是雀斑；第三种就是老年斑；第四种就是太田字样斑。这样我们先讲第一种黑斑。黑斑是长得怎么样的呢？黑斑其实就是好像一个蝴蝶的翅膀，长在我们皮肤的脸颊两边。我们经常可能在外面都会看到女性长黑斑的几率高过男性很多因为这个黑斑是因为女性荷尔蒙所导致而成的，所以黑斑它散播的地方就是这皮肤两边，就是我们的脸颊两侧，左边右边都是对称的这个就是黑斑散播的地方。还有就是黑斑它喜欢长在皮肤的中心点，也就是说我们额头的地方，鼻子有时候鼻子会很多黑点，这些是黑斑喜欢长的地方。还有就是胡须的地方或者下巴的地方，这些就是中心点 ，OK， 这些是黑斑喜欢长的地方。所以黑斑讲完了，我们讲雀斑。雀斑经常我们都会看到很多雀斑都会影响年轻人，皮肤比较白的人。你看到很多外国人，可能很多洋人，你看他脸上都会可能很多有雀斑的一些斑点在他脸上可能在鼻子可能在脸颊、额头，可能他的肩膀那边都会有很多的雀斑，对吗？所以雀斑它的样子长得怎样呢？雀斑就是好像米粒的，一点一点的大小，全部散播在我们的皮肤的有晒到太阳的地方，就会有几率中雀斑，就是脸颊的地方、鼻子的地方、额头的地方它其实没有一个指定的地方只要有皮肤的地方，如果晒到太阳，加上它有那个基因长雀斑的话，它就会有长雀斑的这个可能性OK， 讲了雀斑过后，我们讲老年斑。老年斑有些人会叫做或者是太阳斑这些斑点就是它的名字就是叫老年斑，就是有长一个年纪过后长的斑这个叫老年斑。老年斑它的形状、它的样子是怎样的呢？老年斑它形状就好像一个圆形或者是一个椭圆形。你会看到很多可能有上了年纪的人，可能手上都会有很多圆形或者椭圆形的这些斑点嘛这些斑点就是老年斑另外一个名字叫做太阳斑。为什么叫太阳斑呢？因为它的这个形成是跟太阳有很大的关系所以老年斑或者是太阳斑，它的主要的形成的原因就是第一，太阳就是长期晒太阳，就是皮肤受到太阳紫外线的伤害。第二就是老化的皮肤，当我们上年纪过后，我们的皮肤就开始老化了，开始老化过后就有老化的变化，所以这些老化的因素再加上长期暴晒太阳的话，它就会形成老年斑。那老年斑的形状圆形或者椭圆形，像一个须领的一个形状这样子它在你的脸部的地方，可能是在一个地方，可能在另外一个地方，它是不对称的。就可能驾车的人可能常常长在右边，因为右边常常晒太阳嘛。然后坐在车旁边的可能就常常长在左边。它 depends on 你自己的暴晒太阳的地方，它很依赖 on 你暴晒太阳的地方所以这个就是老年斑。然后最后一个斑点呢，最后一个斑点就是太田字样斑。太田字样斑，首先要讲一下太田字样斑为什么它名字这么长其实太田字样斑它的名字来源就是来自于太田字。太田字它长得怎样呢？太田字是一个自然皮肤的一个基因遗传的一个现象就是它一出世，它就有一个胎记在我们的可能一个人的左脸上面或者是右脸那边，它只是一边而已，它就是黑色或者青色或者深蓝色的这个胎记我们经常我们在外面可能都会遇到这样子的胎记的人就可能它长在我们的脸颊，可能在我们的额头的地方，只是一边而已。然后它可能也是影响到我们的眼睛的白色的部分这个就是叫做太田字。太田字是一个胎记的 ，OK。这样太田字样斑它其实它就是一样，就是像斑就是一个斑点，所以它这个斑点就像太田字这样这个太田字样斑英文叫做 abnormal 太田字样斑它就是长得像太田字，所以它的名字的来源叫做太田字样斑。
这样太田字样斑它的样子长得怎样呢？太田字样斑它的形状其实很像雀斑的，就是一颗一颗小小点啊，它全部都会集中在我们的颧骨的地方，就是我们的这个苹果肌的上侧的这个地方，颧骨的地方会很多，都集中在这个颧骨的地方。因为它的特征就是它是对称的，就是左边有，右边也是有，就是两个地方，就是可能整个脸都美的，就是这两个地方就是集中很多的那些斑点，这个就是太田字样斑，哦，可以明白吗？所以这个太田字样斑可能会长在颧骨的地方，可能会长在额头哦，额头的两边两侧的这个地方，或者是我们眼睛眼皮的地方，哦，它都是对称两边都有的。连太田字样斑通常会影响的人都是比较年轻的，因为它是有基因的关系的，就是可能10多岁20多岁就开始长这个太田字样斑了。所以当你了解了这些斑的层次，第二个东西就是斑的种类过后，你有比较深入的了解这个斑过后，你才知道说，到底这个斑要怎样医治。所以当你去见医生的时候，医生要跟你医治你这个斑点的时候，你也是比较清楚说这个医生到底怎样帮助到你这个斑点的问题。好，今天我们的这个分享就到这里。Then如果大家有兴趣了解更多关于斑点的这个问题还是知识的话，大家可以 subscribe 我们的这个 YouTube channel。Then 以后的时候我们有更多的那些这个资讯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边分享给大家。Then 如果大家有什么问题，也可以欢迎在我们的下面 PM 我们留言，让我们知道说你们有想要知道什么课题是想要学的，这样我们可以为你们准备下一堂课。谢谢大家。